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今天美股要开盘啊，那么上周美股一直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在完成它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出了与之对称的日线级别下跌。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道指出现了对称性的涨跌过程。那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认为调整接近尾声，因为它的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方已经形成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等位置波峰形成之后，它的趋势上是多头向上的，并且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那么在经历了一轮对称时间级别的调整过后，我认为它会重新走出上涨趋势。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比特币目前与美股是相互对离的。相互背离的，美股处在下跌趋势，但比特币一路火花带闪电的上涨。那在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最终的唐僧阳线，让比特币的价格站上了31500美金。那么当前的连续3个交易日的横盘震荡，我认为是高位的一个震荡整理过程。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方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目前收敛三角形的焦点，我认为在6月27日早上6点就会遇到这个焦点位。那么焦点位的前后这个区域是将要发生变盘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考虑到比特币在经历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并且经历了小日线级别调整过后，如果它的调整结束，将要会迎来一个新的悟空阳线。如果这个悟空阳线标志性的阳线发生，我认为对于比特币来说非常容易走出周线级别的八节阳线从而让比特币的价格站上33000美金到达周线级别144均线所在的一个压力位附近。那么本周呢是这轮行情当中非常关键的一周，原因是我们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会继续反弹，并且出现一个上涨趋势。那么比特币如果出现接力式的上涨，将会同美股出现一个同步的现象在同步的现象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比特币首先要有一个启动的信号，这个启动的信号呢是新的一轮的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我们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的下跌过程它主要是一个结构性的震荡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收敛三角形，并且在小日线级别收敛三角形当中出现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这基本上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也就是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它要做一个小日线级别调整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小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跟了上来，所以呢，在结构的尾声近焦点附近是有一个多头的一个趋势是有一个在多头趋势下是有一个多头的预期。总而言之呢，最终这轮行情有可能演化为一轮新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在前轮行情当中看到了前面这轮行情就是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本轮行情在有了本周的上一周的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就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对于比特币来说，虽然经历了3个交易日的调整，但是它的多头趋势并没有因为短暂的小日线级别调整而改变建议在这个位置上还是设置止损，进场多单。那么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我们看到昨天出现了一个阳线，那么这根阳线呢，很显然是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虽然今天的第2根阳线没有走出来，但是上方我们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为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走出了2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首根中阳线出现之后是有强烈的反弹预期的，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可能会在很快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本轮行情当中新的龙头这是继比特币的涨幅之后的一个新的龙头。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对于以太坊来说，它也做出了一个结构性的突破，并且呢，在突破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八节阳线和沙僧阳线，但它没有像比特币类似的走出一个唐僧阳线。这个唐僧阳线是有可能最终出现的，特别是在经历了5个交易日的震荡之后这里的震荡呢是比比特币震荡时间要长的，在4小时级别还是在小日线级别上都可以看到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箱体结构。就这个箱体结构来说呢，我们认为
为这个箱体结构最终会演化为一个正常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然后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生变盘。我认为这个变盘的趋势是多头向上的，最终呢它会形成一个日线级别唐僧阳线，并且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比特币的是目前在本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上方类似比特币会有一个沙僧唐僧八戒阳线，最终走出唐僧阳线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预期，也可能会走出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然后我们会员频道很早之前布局的 UNI 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黄金坑的区域呢是在跌破一个底部平台，这个底部平台指的是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底部。并且呢，这个底部呢，往往是呈现一个水平的状态，水平状态跌破之后，形成了一个黄金坑的这个区域。这个黄金坑的区域出现之后，一旦行情出现反弹或者上涨，很容易把这个价格吸引到重新回到平台区，也就是这个波谷位置的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们看到UNI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涨幅，这个涨幅呢完全是一个报复性的反弹，目前已经接近50%。到达这里之后，我们看到上方事实上是存在多重压力的，这个多重压力呢指的是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压力位，波峰连线构成的压力，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但是风险在这里面出现之后，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涨修完成之后，到达焦点的这个位置，这个焦点的位置呢是有吸引力黑洞效应的。如果能够突破5.8美金之后也就是说在突破多重压力位之后，对于 UNI 来说，它是一个多头继续上涨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敲到周线级别，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这个位置上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这是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那么上方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如果八戒阳线不被空头剿灭的话，上方是存在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机会的。但是这个位置是风险同收益是并存的一个位置，如果你没有底仓的话，要缓慢建仓。第一点在当前的这个点位上，在压力位附近是可以建立一个观察仓的。有了观察仓之后呢，你同行情就建立了一个联系。在有了联系之后呢，如果下跌重新回到黄金坑，是一个补仓然后摊低成本的一个机会。如果继续突破上行到5.8美金之后它的上涨空间将会被打开，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如果出现周线级别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话，我们认为它的目标点位是在5.9美金。同时呢，一轮牛市将在本月到7月这个行情当中见到最终的一个底部位置。这个底部位置出现之后，对于 UNI 来说，我认为它的上涨空间起码有20倍，就当前的这个5美金附近的点位来说，它起码有20倍以上。同时呢，我认为它最终的牛市行情一定会走出100美金的波峰值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iCoin 这里的DEX 交易所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它的占比是非常高的。Uniswap 占比是非常高的。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个54.93%是 Uniswap V3然后 ARB 它占比27.73%。同时呢，我们看到下方的这个 Uniswap V2 占比4%左右那么这3块的占比几乎在 DEX 交易所里面占了85%以上。因此呢，当前 Uniswap 的价格Uni 的价格在5美金前后的这个价格，与它在市场当中物理上的表现形成了一个高度背离因此呢，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重点布局的包括是 Sushi 还有 Uni 都获得了相对来说一个好的收益。在暴跌了95%之后的 BCH 由于上线了美国新开的一家交易所目前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的一个涨幅那么这里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沙僧阳线220美金高点出现之后走出了一个调整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往往是多震荡的在震荡之后呢，我们认为它正在形成类似比特币的一个非常窄幅的一个结构。虽然有220美金这个高点，但是忽略这个高点之后，我们可以把下方的一个波峰连线这个位置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可以绘制出来，发现它的窄幅震荡
啊，它是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过程。那么窄幅震荡啊，到近焦点附近的这个区域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我认为多头趋势仍然存在，在日线级别上出现杀升阳线之后，上方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到达$270之后，将会重新回到它的一个压力区间。我们看到这里面也是一个底部平台波谷连线形成的，在$240到$270它是一个方向偏斜一点的一根线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是有压力的，但是下方的$240下方的这个位置上全部都是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脱离之后突破$240之后将会打开它的上涨空间，同时会回补它的下跌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全部筹码空缺。所以呢，对于 BCH 的牛市正式来了因为它在美国上线之后美国这个交易所只支持4个币种，包括 LTC、ETH 和比特币也包括 BCH， 而这些币种当中只有 BCH它的价格是最低的，在本轮熊市当中跌幅是最大的，因此呢，对于它来说有着非常多的布局的理由。那么这2天我的读者群里面问的最多的是 Phil 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在1到4月份这个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这个水平线呢是大概在$5.2附近，跌破之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黄金坑，这个位置之后出现了一个快速插针这个价格和它实际的价值高度背离之后，它出现了一个缓慢上涨的一个节奏，这个节奏呢是完全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快速上涨不同的。那么在这个位置上之后，我们认为它上方最主要的压力位是在$5附近，这个位置是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同时也是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3重压力位之下，我们看到很多币种都对这个位置上进行了突破但 Phil 代币迟迟没有发动突破。针对 FL 的特性针对 Phil 的特性，我认为它往往是一轮行情当中走到尾声之后出现突破的标的因此呢，在这个位置上它还没有涨起来的时候可以进行一定仓位的布局，但也要小心设置止损之后分仓进场。那有一个币种在行情当中非常诡异就是 BNB， 这轮行情几乎没有怎么出现很好的反弹和上涨，日线级别上走出了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震荡行情。那这里的震荡行情，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在日线级别下跌血悟空阴线、巴金阴线、上层阴线和唐僧阴线之后它的一个反弹和震荡。这里的弱势它几乎没有跟随了以太坊和比特币。我们来把它敲到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几乎是在日线级别上完全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反弹，并且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已经在结构上出现了一个4次的等位置波谷。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这个位置上非常容易创出新低所以呢，如果一旦创出新低，将会成功回补之前行情当中21年1月份到21年5月份的它的极度上涨。如果出现这种行情，对称性的涨跌将在这里出现。那么 BNB 我之前行情分析当中就给出了BNB 很有可能成为本轮行情当中的众矢之的原因就在此。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明显的看到21年1月份到21年5月份快速上涨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筹码空缺区，这里的筹码空缺区在$690到$210这个区间上已经成功完成了，经历了2年的回补动作。但是下方从$210到$50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空间在这轮行情当中没有进行回补，因此呢，对于非常弱势的 BNB， 如果不能在$220成功启动行情的话，将面临它在空头方向上进行一次回补动作。但行情走到这儿，我认为$220下方如果出现急跌的话，下方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底部18年11月份和20年3月9日2个点构成的线连过来之后，将在 BNB 的$80上形成一个支撑。所以呢，我们对会员群朋友给出了一些提示，给出了一个点位，然后可能会到达这里这是一个玄学非常有机会的到达这里因此呢，做了几个挂单如果出现对于 BNB 这个平台币来说的一个学习行情，它是一个布局现货或低倍多单的
2年之内的唯一一次机会，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黄金坑的点位。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右上角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K 线西游战法》一书。感谢大家，再见。